归鸾预约破200万，张凌赫新剧为何还没播就爆了？最近张凌赫又有一部古装剧冲上了热搜，而这一次真正让网友震惊的，不是开播后的收视成绩，也不是剧情有多虐，而是归鸾还没有正式上线，预约人数就已经先冲起来了。8月13日，腾讯视频正式开启归鸾的预约功能，结果仅仅12个小时，预约人数就突破200万。与此同时，围绕归鸾产生的相关话题，总阅读量更是达到75亿。一部还没有正式播出的电视剧，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制造如此大的声量？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现在的数据和几个月前相比，就会发现归鸾的热度变化远比想象中更加明显。早在今年4月，归鸾的全网预约量大约只有48.8万，但是到了正式公布相关播出信息之后，预约数字突然开始快速增长，从48.8万到如今突破200万，而且只用了非常短的时间。这意味着什么？至少说明了一点，很多观众对归鸾的兴趣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爆发，而是在角色曝光、预告释出以及主演阵容逐渐明确之后被一步一步推高的。而这也恰恰是归鸾目前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因为这部剧可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单纯靠甜宠吸引观众的古装偶像剧，他真正想玩的是权谋，是乱世，是两个都有野心的人在爱情、利益和权力之间不断拉扯。而张凌赫这一次饰演的萧丽，更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他过去一些经典古装角色的存在。如果你过去认识的张凌赫是那种温润、清冷、气质出众的古装贵公子，那么这一次的萧丽很可能会让你重新认识这个演员。因为萧丽表面看起来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权力的人，他的起点甚至可以说非常低。这个人物出身民间，一路从不起眼的位置走出来，最终成为魏王。所以他的身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他可以装得人畜无害，可以故意隐藏自己的锋芒，也可以在关键时刻突然露出真正的野心。这种人物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秒究竟是在说真话，还是在演戏。而这也是权谋剧最容易让观众上头的地方，因为真正危险的人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野心直接写在脸上。萧丽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有多强，而是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从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到一步一步进入权力中心，再到最终站上更高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人物成长线。所以对于张凌赫来说，归鸾其实也是一次很明显的形象突破。过去很多观众认识张凌赫，是因为他身上的清冷感和贵公子气质，无论是造型还是镜头表现，他都非常适合那种距离感很强的角色。但是萧丽完全不一样，这个人物需要的不只是颜值，更需要一种危险感，一种表面平静，实际上心里一直在计算的感觉。尤其是当一个角色既要隐藏自己，又要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他的野心时，对演员的眼神、表情和细节控制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归鸾的首支预告也正好让观众看到了这种变化。6月24日，归鸾发布首支预告，张凌赫饰演的萧丽和李允饰演的温瑜第一次以完整角色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预告里面，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甜蜜爱情，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试探感。温瑜不是一个等待别人拯救的普通女主，她有自己的目标，也有自己的坚持。而萧丽同样不是一个只负责保护女主的男主。两个人之间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所以他们可以互相靠近，也可以互相利用，可以在最危险的时候成为彼此的依靠，也可以在立场发生变化之后站到彼此的对立面。这就让归鸾的感情线拥有了一种不同于普通古偶的味道，不是单纯的你爱我，我爱你，而是我爱你，但我也有自己的野心。我可以帮你，但我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我愿意相信你，可一旦你触碰到我的底线，我们也可能成为敌人。这种关系为什么容易让观众上头？因为它充满了不确定性。观众永远不知道下一次见面，两个人究竟会拥抱还是拔刀。而从目前曝光的预告和物料来看，归鸾显然也在不断强化这种爱恨交织的氛围。雪夜、
风霜、刀光、对峙，再加上两个人不断变化的眼神，都在告诉观众，这不是一段轻轻松松就能够走到结局的爱情，它背后连接的是权力、身份和命运。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归鸾的热度能够突然上涨。因为现在的古装剧市场，观众已经看过太多类似的套路。甜宠可以让人开心，但如果所有人物都只是为了谈恋爱而存在，时间久了，观众自然会产生疲劳。归鸾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把爱情和权谋绑在了一起，男女主之间有感情线，但他们同时也是各自命运中的重要棋手，他们的选择会影响自己，也会影响对方。所以，当感情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剧情自然就会产生戏剧性。而一旦这种戏剧性成立，观众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问题：如果有一天萧丽必须在权力和温瑜之间做选择，她到底会选择谁？同样，如果温瑜必须在复仇、身份和爱情之间做出选择，他又会不会放弃萧丽？这就是归鸾最值得期待的地方。因为真正能够让观众追下去的，并不是知道两个人最后会不会在一起，而是想知道他们究竟会为了走到最后付出什么代价。目前归鸾确定为40集，故事围绕萧丽和温瑜展开，从乱世中的相遇，到两个人逐渐被命运绑在一起，再到权力格局不断变化，最终推动萧丽一步一步走向贵王的位置。所以这不仅仅是一部爱情故事，更像是一场关于成长、野心和选择的长线博弈。而且除了张凌赫和李允之外，归鸾的演员阵容同样值得关注。丁永岱、杜淳、左小青等演员的加入，也让这部剧拥有了更加丰富的角色层次。对于一部权谋题材来说，配角并不是简单的背景板，每一个势力、每一个人物都可能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也正因为如此，归鸾最终能不能真正成为爆款，除了张凌赫和李允的表现之外，还要看整个权谋故事能不能站得住。毕竟预约数据很漂亮，只能说明观众愿意点进来。真正决定一部剧能不能爆的，还是播出之后的剧情质量。但现在来看，归鸾已经完成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他成功让观众产生了期待。尤其是张凌赫这一次的角色变化，确实让很多人开始重新讨论他的古装式配度。从温润公子到带着野心和锋芒的乱世枭雄，如果萧丽这个角色真的能够被张凌赫演出层次，那么归鸾很可能成为他演艺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李允饰演的温瑜也同样存在突破空间，一个背负过去、拥有目标，同时又不愿意轻易向命运低头的女性角色，本身就比单纯的甜妹设定更加复杂。当这样一个女主遇上一个同样不甘平凡的男主，两个人之间自然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化学反应。所以现在问题来了，200万预约到底意味着归鸾一定会爆吗？答案其实还不能下得太早。预约量代表的是期待值，而不是最终成绩。但200万预约在短时间内形成的增长速度，至少说明归鸾已经成功抓住了市场注意力。尤其是在今年古装剧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一部剧想要在开播之前就制造声量，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归鸾的优势并不只有演员，他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卖点，那就是张凌赫和李允之间这种带着危险感的双强关系。如果后续正式播出之后，剧情能够保持预告里的质感，同时把权谋、爱情和人物成长真正结合起来，那么归鸾的潜力确实不容小看。反过来，如果剧情最后又回到简单的套路爱情，前期制造出来的巨大期待也可能变成压力。所以现在真正值得期待的，不只是归鸾什么时候播，而是萧丽这个人物究竟能不能真正立住，张凌赫能不能用这个角色打破过去的古装形象，李允能不能通过温瑜展现出更成熟、更有力量的一面，以及这两个看起来都不愿意低头的人，最后到底会成为彼此最坚定的盟友，还是最危险的敌人？从48.8万预约到如今12小时突破200万，归鸾的热度已经提前给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观众确实在等他。而对于张凌赫来说，这一次或许也是一个真正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萧丽成功了，
那么归鸾带来的可能就